死亡的本质是什么？死亡并不是某个遥远时间节点的终极审判，而是此时此刻正发生在你身上的渐变。你看这条视频的时候，就是正在死去。人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正在死去。选择生活方式，本质上就是选择一种死法。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种最称心如意的死法。人为什么一定会死？死亡的必然性背后，蕴含着宇宙中最深刻、最无懈可击的真理——熵增定律。熵就是混乱程度，熵增定律指的是万事万物都倾向往更混乱的状态发展。新鲜的牛肉会腐烂，房间不打扫会越来越乱，手机会越来越卡，皮肤会越来越松弛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，恒星会熄灭，黑洞会消散，大到星系，小到文明，万事万物都会不可挽回地从秩序走向混乱。熵增会拖着一切走进永恒的黑暗，归于沉寂。宇宙就像一片荒芜又绝望的沙漠，而生命就像这片沙漠中偶然开出了一朵鲜花，像一张无限大的白纸上凭空出现了一抹红晕。熵和生命力就像两只时间之矢，一头拽着我们进入无尽的黑暗，一头拉着我们走向永恒的光明。人类从出生那天开始，就在不断地对抗熵增，从第一口呼吸开始，就在从外界吸收能量，摄取负熵。你吃了一块牛肉，排出一堆残渣，这些排泄物的混乱程度大于牛肉，降低了自身这个封闭系统里的熵，而外界消失了一块牛肉，新增了一堆排泄物，整体的熵增加了。这个让能量带着有序进入，带着无序离开的过程，就是生命的新陈代谢，就是薛定谔说的生命以负熵为始。但这种状态注定不可持续，生命抵抗熵增的能力会不可避免的减弱，直到被熵的洪流淹没，迎来死亡。这个结局听起来很绝望，很悲观，但《三体》的作者刘慈欣说过这么一段话：世界末日也好，宇宙末日也好，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悲观的，因为必然会到来的东西肯定不是悲观。这句话振聋发聩。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改变了能够改变的，接受了无法改变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一定会死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一点。知道和接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。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在许诺一个死后的世界？所有的哲学都要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因为前者可以让人无惧死亡，后者可以让人无憾此生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在给人类寻找一个坦然接受死亡必然性的理由。为什么这么多宗教都喜欢宣称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？因为只要你信了他所承诺的那个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死后世界，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就会被驱散。至于这个承诺有没有用，能不能实现，根本不重要，因为相信本身就已经让你能够坦然接受死亡。但对大多数既无法被这些承诺洗脑，又尚未洞悉深刻哲学智慧的人来说，接受死亡的必然性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，所以又衍生出了一个刺激需求。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尽量回避问题，尽可能深地把头扎进欲望的流沙。前者构成了人类的精神世界，后者构成了人类的物质世界。这种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发展，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世界，但精神世界却停滞不前，千疮百孔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茫，开始失去意义，生活变成一团乱麻，彻底丧失了对自我的掌控权。今天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难以压抑的欲望，日复一日，疲于奔命。这些东西像黑暗里的一道强光，带给人短暂希望的同时，又刺得人睁不开眼睛，看不清前方的路。每个人都会死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。真正能到达目的地的人，无一例外，都学会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黑赶路。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并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，才能将欲望流沙中的无序收敛为有序，才能在一大堆随机的噪声中聚沙成塔。人的每一个行为是否有意义，每一个选择是否有价值，只有在坦然接受了我必将死去的前提下，才能真切地看出来。在这种接受的状态下，一切价值和标准都会变得清晰无比，一切自我欺骗和人云亦云都会烟消云散，不攻自破。有必死的觉悟，才会长出不为外物所动的坚决，才能在生命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逆商而行中，爆发出自身大的潜能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奔向内心的光明。你好好品品吧，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